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龙飞船好像有4艘可重复，不过每次发射看着都像是新的，是不是重新喷漆了？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返回舱用防热瓦的？龙飞船的话，它每次返回之后，实际上它要进行的处理工作要比猎鹰9号的1级这类的，实际上是要大太多了。它那表面实际上都不一定算是漆，它应该是一层也是一层热防护材料，那层材料是要重新涂覆的。所以呢，就是你能看到它的这个外观显得就很新了，这个材料都是全新的，就是外观啊，外层、表层实际上是全新的。有网友说我还是更喜欢并列布局，那些看起来缺陷的部分，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定能解决，其成本也一定比新开发一款航天飞机要低。怎么说呢？我不是特别能同意您的这个说法，最少从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它的那些缺点现在目前是解决不了的。当然未来有可能能解决，但是目前解决不了。另一方面呢，是目前我们也有航天飞机的这个需要，所以在我既然有这个需求，然后你原来的那种并排式布置又有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我变成一种串列式的这个布局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能使我能够用航天飞机这样的航天器，那我还是倾向于来走这个把它的这个总体布置形式由原来的并排式改成串联式吧。Starliner 飞船离开国际空间站的时候，注意到它的这个盖子是开着的，然后说这个盖子会不会是一直开着的？其实呢是不会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盖子的话是相当于飞船要去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时候，它才会打开。在整个和国际空间站的对接过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然后等到和国际空间站分离之后，那分离不久，它就会再把这个盖子给它扣上，再关上，在再入大气层之前，这个盖子是必定要关上的。在2003年的那次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之前，那么航天飞机上呢是完全没有逃逸系统的，只能靠航天飞机的可靠性。在2003年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之后，那么设置了一个小的逃逸系统，航天飞机上会伸出一根管子来，宇航员要顺着这根管子爬出航天飞机，然后跳伞的方式返回地面。这看着有点太不靠谱了，所以它等于是完全没有逃逸系统。那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不太能够被接受的，所以航天飞机等于这也是航天飞机退役一个主要原因。我提到2点了，第一个是并排布置，所以导致外燃料注箱上的这些泡沫塑料保温块如果掉下来砸到航天飞机的这个机体的绝热层上的话，有可能造成绝热层损坏。那另一个就是它没有相应的这个逃逸系统，这是它的2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然后 Tony608还是在我这期这个追梦者号航天飞机这视频在这儿问，说这个追梦者号的回收是不是要比星舰简单？如果追梦者号成功的话，那它的回收肯定要比星舰飞船的回收要简单。但是追梦者号的复用，就是说回收简单，投入下一次使用的周期可能会要比星舰飞船投入下一次使用的周期要长。这是两回事儿，这是我的一点点看法。Eric 陈329，在我那个追梦者号航天飞机那期视频里，就在这块问说，这艘飞船的作用是用来替代龙号飞船的吗？我的回答是，它不一定是用来替代龙号的，它有可能是用来替代波音的 Starliner 飞船的。另一位网友也是这期视频下面就在问，当时为什么不选择 Dream Chaser 而是选择波音？实际上 NASA 和波音公司签这合同的时候是和 SpaceX 公司一起签的，那个时间应该更早一些。而追梦者和波音签合同的时间可能要稍微再晚一些。而且当时从预计的研制进度来看呢，
不管是 Starliner 飞船还是龙飞船，应该都会比 Dream Chaser 来的更快，因为他们的需要的实现的技术突破更少。只不过没有想到龙飞船现在已经能够载人飞好几十次了，而现在的波音公司这个 Dream Chaser 到现在呢，就连一次载人时的这个入轨飞行加返回都还没有能够完成，这恐怕是 NASA 当时想也想不到的。所以等于是波音把这个 NASA 给摆了一道，造成现在好像追梦者都可以来赶超波音了，实际上应该是这么一回事。感觉航天项目的延期是家常便饭。既然如此，为什么规划时间的时候不把时间留充裕一点儿？这样不是更能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实现目标吗？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做一些航天项目都会选择几个就是航天技术突破点，这个我们一般定为技术瓶颈。整个航天项目的主线时间就是以技术瓶颈的突破时间为基线来设定的。但事实上，往往的话，那么受于种种原因，第一个技术瓶颈的这个突破可能比较难，有可能延期。第二个呢，就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有可能现在觉得没有问题的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可能整个环境都变了，就变成了问题。所以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航天项目的延期应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我们在报项目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一个预计有可能会发生多大延期，整个都会把它这些报上去。追梦者号航天飞机它的货运版采用的是机翼折叠的方式，然后放在比如火神火箭或者说是重型猎鹰火箭的整流罩内的，因为它们的整流罩直径是5米。那追梦者号货运版的追梦者号航天飞机机翼折叠之后，它的这个翼展是4.5米，那就可以放到这直径5米的整流罩内了。但是载人版的这个追梦者号航天飞机，它的机翼就是不折叠的，直接放到2级火箭的上方，然后来实施发射。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实际上是因为如果你增加一道折叠机翼的话呢，实际上就等于降低了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另一个问题呢，是你增加了把航天飞机如果机翼折叠，你把它罩在整流罩之内以后呢，你的逃逸系统设计就得比较复杂。我们可以想，如果我们在航天飞机上装逃逸系统的话，如果航天飞机没有装在整流罩内，那么出现了紧急事故的时候，我只要是逃逸系统点火，然后和2级火箭分离，我的这个航天飞机就可以就是逃离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我把它装在整流罩内，那这个动作过程就得变成：第一，抛整流罩，出现了问题先抛开整流罩；第二，逃逸系统点火，然后离开。或者是我把逃逸系统装在整流罩上，让整流罩带着航天飞机整个飞离开2级火箭，飞到一定程度，那么整流罩再离开航天飞机，让航天飞机返回地面。不管采取哪种措施，这个环节都要比我直接把航天飞机放在2级火箭的顶部要复杂。从刚才我讲的这个可靠性的角度，你系统只要复杂一点儿，那你的可靠性肯定就会降低一点儿。所以的话呢，从安全性、可靠性这些角度来考虑，都是希望它最好能够不装进去的。所以这里面留言说，不折叠机翼的话，机翼会引发超过运载火箭控制能力的俯仰力矩。折叠的话可以放入整流罩内，不会对运载火箭产生影响。您的后面这一部分是对的，折叠的话可以放到整流罩内，不会对运载火箭产生影响，但是对安全性、对可靠性、对逃逸的时候的这个复杂性的这些影响，我刚才已经说完了，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要是我不把它装在整流罩内，而是直接把它放在火箭的顶部，那么它的机翼的确会产生一个使火箭翻转的力矩。但是这种力矩要怎么解决呢？实际上是想办法我在控制系统上看我的控制系统能不能够平衡掉。那这从控制系统上来讲的话，要分几部分。第一部分是执行机构这一块儿，那么就是比如我增加可以摆动的喷管可以摆动的发动机，
然后来实现更大的控制力矩、操控力矩，然后在控制软件上我再进行相应的优化。这些方案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只要有这种可能，那么最好还是不要把载人版的追梦者号航天飞机放进整流罩内，这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好的选择。它只不过是增大了一下控制系统的这个复杂性，但相比于宇航员的这个安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付出恐怕是还算是值得的。当然，我说的这些呢，基本上呢，我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的，没有考虑经济或者管理。也许从其他的角度来考虑，比如这么做之后，增加这个控制系统的难度以后，会做成的非常不经济了，或者说管理难度很大了，最后导致的最后又把它装到整流罩内，那倒是那就另谈了。